118亿。一部没有续集的剧，凭什么扛起爱奇艺半壁江山118亿？我再说一遍，118亿人民币。这不是一个电影票房，不是一个游戏流水，这是一个视频平台告诉你，我们靠 IP 衍生品赚了118个亿。4月20号，爱奇艺世界大会，龚宇站在台上公布了2组数据。第一组，平台历史热度前10的剧集，热播期总收入67亿。第二组， IP 衍生业务总营收118亿67亿是什么？是狂飙、延禧攻略、赘婿、苍兰诀、漂白这些大爆剧在播出期间赚的钱，会员、广告、招商加一块67亿。118亿是什么？是这些剧播完之后，靠周边、授权、乐园、联名、剧本杀这些衍生生态又赚出来的钱。你品一下这个关系，播的时候赚67亿，播完了又赚118亿。播完比播着还赚钱，这2个数字本身就够震撼了。但真正让我今天非做这期视频不可的，不是这2个数字本身，是一个名字。莲花楼。在118亿的 IP 衍生阵营里，有狂飙，有延禧攻略，有赘婿，有苍兰诀，清一色要么是系列化开发，要么有动漫改编，要么是平台自制的重量级项目。然后中间插了一个莲花楼，没有续集，没有动漫衍生，不是平台自制，单季40集完结。它是这份名单里唯一的异类。说实话，读到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愣了好几秒。因为按照行业惯例， IP 衍生收入靠的就是系列化，你得有第2季、第3季，得有动漫版本，得有游戏改编，才能把一个 IP 的商业价值最大化。这是常识，这是教科书。然后莲花楼把教科书撕了好，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说，你是不是吹过头了？一部剧再火，也不可能一个项目扛起118亿吧？没错，爱奇艺没有公布莲花楼在118亿里具体占多少，这一点我得先说清楚。这个细节官方没有披露详细拆分，目前流传的比例数据主要来自粉丝和媒体估算，但有几个事实是确认的。第一，爱奇艺在大会上明确把莲花楼定位为 IP 衍生的核心标杆案例，不是之一，是核心。第二，诚意主演的3部剧，莲花楼、富山海、天地剑心，包揽了爱奇艺衍生周边热销榜前3名。有媒体估算，这3部剧对 IP 板块的贡献超过 50%。第三，莲花楼的线上周边销售额2025年就超过了4000万。李莲花首办众筹达成率 559%， 长期霸占热销榜 Top 1。所以虽然我没法给你一个精确数字说莲花楼赚了 X 亿，但从平台自己的定位和可查数据来看，说它是118亿里的绝对主力，这个判断站得住哦。对了，还有件事你可能注意到了，莲花楼没有出现在67亿那个热播期收入榜单上，这个最初在网上引发了一些质疑。有人说啊，它连前10都不是，怎么还能叫核心标杆？这个事儿说起来有点微妙，但算了，直说吧。67亿榜单和118亿榜单根本不是同一个赛道。67亿是热播期直接收益，会员充值、播出广告、招商冠名，说白了就是快钱。118亿是长期衍生价值、周边、授权、线下实景、跨界联名。这是漫前莲花楼不在67亿那个榜上，不是因为它热度不够，是因为它的 60% 收入来自播出后的第2年甚至第3年。它的赚钱模式跟别人不一样，别人是上映冲一波，赚完走人，它是播完了慢慢赚，越赚越多。这就是所谓的长尾效应。好，讲到这里，我要进入今天真正想聊的核心了。我想从4个层面来拆这件事。从表面到深层，一层一层往里包。第一层，你看到的是一部2023年的武侠网剧，播出3年后，数据依然炸裂，全网播放量破400亿，全网历史前3，仅次于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和《楚乔传》。
豆瓣93万人打出 8.5 分，上星播出超过67轮，爱奇艺荣誉殿堂霸榜528天，单平台上榜930天。到2026年了，还能创下单日380万人同时在线，这些数字单拎出来，任何一个都很恐怖。但你知道真正让我觉得不对劲的是哪个吗？380万同时在线。2026年，一部3年前播完的剧，380万人同时在看。你要知道，很多正在热播的 S 加大剧，热播当周都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数字。一部已经播完的，没有任何新内容更新的剧，3年后380万。我可能说错了，但据我目前掌握的信息，这在中国网剧历史上没有先例，而且它不是某一天的偶然峰值。每年农历腊月27，也就是剧里东海之战发生的日子，粉丝会自发组织集体重刷，弹幕刷满李相夷天下第一，李莲花长命百岁。这已经不是追剧了，这是一种文化仪式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你们知道中国影视行业以前谁是长尾效应的代名词吗？《甄嬛传》2011年播的，到现在每年还能给优酷带来上千万的收入，播放量超过100亿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所有人提到长尾效应就是《甄嬛传》。但《甄嬛传》有一个先天优势，它播了76集，剧情体量极大，时代背景有话题性，加上11年来无数二创博主不断产出内容，它的长尾是被整个互联网生态喂出来的莲花楼呢。40集。武侠题材，坦白说，在2023年，武侠已经不是市场主流，没有宫斗那种全民话题基因，没有76集的体量去覆盖所有细分话题。但它的长尾效应，从数据上看，某些维度甚至比《甄嬛传》更猛，这就引出第二层了。第二层，媒体没告诉你的。媒体给你看的是数字，118亿，400亿播放，528天霸榜。但媒体不会帮你拆的是，为什么一部40集的武侠网剧能做到这种程度？不对，等一下，我重新说得准确一点。问题不是为什么这部剧这么火，火的剧每年都有。问题是，为什么只有它，在播完之后还能持续创造商业价值到这种程度？我想到3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角色本身成了一种情感基础设施。这个词是我自己编的，但我觉得挺准的。李莲花这个角色，程毅演的，他不只是一个好看的男主，他是一个有完整人格、有哲学厚度、能让人反复咀嚼的文化符号。观众不是喜欢这部剧，观众是跟这个人产生了情感连接。这就是为什么3年后还有人刷。你不是在重温一个故事，你是在探望一个老朋友。央视当时用了一个词评价程毅的表演，叫换魂式演技。说他减重，设计佝偻体态，从少年义气到暮年淡泊，是用身体在讲角色的时间线。人民日报也专门肯定了侠之大者的精神内核。这不是剧捧人，这是人捧剧。而且不是那种流量明星靠脸带一波播放量的人捧剧，是演员把角色演成了一个活的 IP， 角色脱离了剧本独立存在，拥有了自己的生命周期。第二个原因，爱奇艺吃到甜头之后，疯狂做衍生开发。你看看这个链条多长，线上周边长期霸榜，销售额破4000万。古茗奶茶联名款，销量破1000万杯，销售额将近2个亿。当时那个排队场面，被网友说堪比春运。剧本杀、舞台剧都搞了。2026年2月，扬州爱奇艺乐园开业，直接1:1复刻了剧中的莲花楼马车和经典场景，搞沉浸式演绎剧场，再现东海大战。龚宇自己在官方文章里都把这个写进去当标杆案例，稍微跑个题，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。你们有没有去过那个扬州乐园？我看了很多网友实测，说莲花楼舞台剧那个环节是直接封神级别的。用虚拟技术和机械装置重现雨水悬停、衣袂翩飞的场景，不是那种套个壳的景区打卡点，是真的在做沉浸式体验。好吧，我知道我扯远了，拉回正题哈。第3个原因，
他的粉丝群体有一种很罕见的自运转能力。大多数剧的粉丝行为模式是播出期间疯狂打头，播完断崖式下跌，等续集。莲花楼的粉丝不一样，他们自己创造了一整套文化仪式，每年东海之战纪念日集体刷剧，弹幕量和互动量年年创新高。1.7亿总弹幕量， 5.8亿互动量，全是平台史冠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平台不需要花钱去推这部剧的热度，粉丝自己在维护。每次一有热度回升，平台顺势卖周边，顺势推联名，边际成本极低。翻译成人话就是这个 IP 自己会造血好。第三层，真正的问题。真正的问题不是莲花楼为什么成功，真正的问题是程毅这个人是不是正在定义一种新的演员 IP 关系。你想想看，以前中国影视行业的逻辑是什么？是先有一个大 IP， 比如一个爆款小说，一个经典游戏，然后找演员来演。IP 是核心资产，演员是可替换的零件，换谁来演都能火，因为 IP 自带流量。这是剧捧人模式，但莲花楼完全反了过来。原著小说《吉祥文莲花楼》当然有自己的读者群，但说实话，在程毅演之前，他不是那种全民级别的顶流 IP， 不是《盗墓笔记》，不是《鬼吹灯》，不是《斗罗大陆》，是程毅演了李莲花之后，这个 IP 才升维到今天这个级别。原著作者本人都公开认可了程毅对角色的诠释，所以118亿这个数字里面，有多少是莲花楼这个 IP 本身的价值，有多少是程毅演的李莲花的价值？我倾向于后者占大头。因为你看另外一个佐证，程毅主演的另外2部剧《富山海》和《天地剑心》也都入选了爱奇艺 IP 矩阵，衍生周边销量也是前3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不是莲花楼这一部剧特殊，而是程毅这个人有把角色变成 IP 的能力。换个说法，别人是我有一个好 IP， 谁来演都赚钱。程毅是我演什么就变成好 IP。这在内娱是非常罕见的，这部分我还没找到足够可靠的信源来做更精确的对比分析，所以只是个人推测，你们自己判断。但如果这个趋势继续下去，程毅可能正在走出一条中国影视行业从没有人走过的路。演员本人就是 IP 孵化器，你不需要系列化，你不需要动漫改编，你甚至不需要续集，你只需要一个演员能把角色演成一个活的、有灵魂的、让人愿意反复回来看的存在，然后围绕这个角色去做全链路开发。网友怎么说的？爱奇艺财神爷说的糙，但道理是对的。据报道，程毅主演剧集的品牌投放率超过 80%， 近3年新增代言20多个。不是因为他流量大的艺人多了去了，是因为品牌看到了这个人的角色能变现，能长期变现。第4层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我觉得这件事对整个中国影视行业的意义，远比表面看到的大。长期以来，中国影视的变现逻辑是热播期收割，一部剧上线，冲会员、冲广告、冲招商，能赚多少赚多少，播完拉倒，下一步接上，不停地开发新项目，不停地追热点。这种模式的问题是什么？是成本极高。你每做一部新剧都是从零开始，你之前积累的用户情感、角色认知、品牌价值全部归零。但莲花楼证明了另一种可能，如果你的角色够好，演员够好，情感连接够深，一部剧可以持续赚钱3年、5年，甚至更久。而且越往后编辑成本越低，因为粉丝自己在维护热度。甄嬛传其实早就证明了这一点。但甄嬛传的案例太特殊了，7、6集的体量，宫斗题材的全民性，10几年的时间积淀，很多人觉得这是不可复制的个案。莲花楼证明了它可以复制，而且用更短的体量、更小众的题材、更短的时间就能做到。关键变量是什么？是演员对角色的赋能，这就是人捧剧这个概念真正的含义。不是说演员比剧重要，是说当演员和角色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化学反应，角色就不再只是一个故事元素，
它变成了一个可以独立存活、持续创造价值的商业资产。爱奇艺显然已经想明白了这个逻辑。你看他们现在的动作，扬州乐园的沉浸式演绎、全链路周边开发，甚至 AI 艺人授权都在大会上提了。他们正在从卖内容转向运营 IP 全生命周期，而莲花楼就是这套新逻辑的第一个成功样本。读到这里，我差点跳过，还好又看了一遍，有个细节很多人没注意到。在爱奇艺公布的67亿热播期 Top 10榜单里，4部头部剧贡献了超过 75%。也就是说，大部分剧在热播期赚的钱也是高度集中的，头部吃肉，腰部喝汤。但 IP 衍生赛道不一样。莲花楼证明了一件事，你可以不在热播期 Top 10里面，但你可以在衍生赛道里当老大。这对那些不追求第一周报而追求长期值钱的项目来说，是一个巨大的信号型了。该说说我的预测了。基于今天聊的所有内容，我有3个预测。第一，未来2到3年内，中国影视行业会出现更多单季封神型项目。平台会开始重新评估一部剧的价值到底应该怎么计算，不是只看热播期那一周的数据，而是看它3年后还能不能卖得动周边。第二，演员级 IP 这个概念会越来越被资本认可。以前投资人看的是 IP 本身的知名度、原著粉丝量，以后他们可能会更认真的看这个演员有没有角色造血能力。诚意不会是唯一一个，但它是第一个被平台数据验证了的。第三，这个也是我个人最大胆的一个猜测，莲花楼的长尾效应远没有到顶。400亿播放量已经是全网第3了，前面2个三生三世的598亿和楚乔传的487亿，但那都是积累了6、7年的数据，莲花楼才3年。照这个趋势，它有可能在未来2、3年内冲到全网第一。有个细节我想深挖，但信息不够。如果真的冲到全网第一，那会是一个只有40集的武侠网剧，在播放量上超越了所有60、70集的长篇古装。这件事本身就能再做一期单独的视频了。如果后续找到更多数据，我会在下期更新。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，118亿，凭什么？我的答案是，凭的不是一个 IP 有多大，而是一个演员把角色演得有多深。凭的不是系列化有多长，而是情感连接有多真。凭的不是花多少钱去推，而是粉丝自己愿不愿意一遍又一遍地回来。118亿不是终点，它是一种新模式的起点。而莲花楼和诚意是这个起点上最显眼的那面旗。好了各位，这就是今天我想聊的全部。你觉得人捧剧和剧捧人，哪种模式更健康？莲花楼的长尾效应还能持续多久？评论区聊聊。如果觉得这期有点东西，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